琵琶这个市长简直就是管理鬼才，他给人们安排工作的办法竟然是抽签，医生被选去守大门，裁缝老奶奶被选去当消防员，就连一头驴也被选去当牙医，可谓是驴头不对马嘴，情况相当混乱。皮特望着这座逐渐壮大的新城，忽然想起大家手无寸铁，便打算生产枪支分发给人们。此举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，他们认为枪支只会助长暴力犯罪。古言有云，心怀戾气，杀心自起。面对众人的责难，皮特一意孤行，还不断强调是他找到了食物工厂，大家才能有重建家园的机会。一说立即激起了众怒，众人谴责他这个市长换头驴都比他当得好。愤怒的人们直接将皮特一家赶出了新城，人们将枪支全部焚烧，认为眼下也没有需要用枪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长与饺子产下的大批幼崽形成了怪物潮，他们肆意攻击手无寸铁的居民，将新城毁于一旦。皮特一家则踏上了寻找新家园的旅程。这集最后还有个彩蛋，皮特一家的末日行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噩梦，所以没有核废土，没有怪物饺子，皮特一家的日常生活依旧如故。饺子整天做梦统治世界，奴役他人，但他最大的梦魇则是那个奴役自己的女人路易斯。路妈这天一早照常做着家务，忽然发现客厅的垫子上有一泡尿。小布说估计是饺子干的，谁让他总是不爱穿尿不湿。饺子照常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怒骂路妈，路妈则认为他是因为漏尿而恼羞成怒。家人们纷纷加入指责饺子乱撒尿的阵营，饺子大呼冤枉，可是没人相信。这天深夜，众人都已经熟睡，客厅的灯却偷偷亮着，垫子又被尿打湿了。小布趴在垫子上又羞又恼的清洗，原来尿失禁的罪魁祸首是他。小布将饺子的玩具放在了垫子上，又打算陷害他。第二天，家人们果然又开始指责饺子。皮巴特意去图书馆买了一本教孩子上厕所的书，被人陷害和误会的愤怒令饺子抓狂，不过他很快就能报复。不久，皮特一家去超市购物，小布终于没绷住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又尿失禁了。饺子可算沉冤得雪，乐得都快跳起舞来了。小布的狗脸算是丢光了，他被家人们安排去见心理医生。经过一番化疗之后，心理医生认为小布作为一条年近7岁的老狗，正处于中年危机之中，所以建议他走出家门，去闯荡世界，实现梦想。小布听取了心理医生的建议，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他在非洲挖恐龙化石，还没见上几眼，就出于狗的本能给埋回去了。他去当飞行员，尝试高空跳伞。他开着私家车在森林里兜风。当小布周游世界回到家乡后，他发现自己的失禁问题确实解决了，可惜风水轮流转，这回轮到饺子在家里撒尿陷害小布了。小布对天发誓不是自己干的，但这次就像饺子被冤枉时一样，没有人相信他。小布只得又去见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猜想自己可能挖得不够深，便问小布第一次失禁时那天发生的事儿。小布回忆说，那天平平无奇，他不过是看到皮爸和路妈一边相互喷水，一边在车上滚来滚去，卿卿我我。心理医生一拍大腿说，这就是病根啊！小布立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自己也惊得虎躯一震。难道他爱上了路易斯？天哪，难道这部剧又要走向人狗情未了的画风？小布很隐晦地跟皮爸谈了这件事儿，说自己失禁的原因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皮爸开导他大胆去做，犹豫就会败北。他还没说完下一句，小布就心一横，跑去白给了。他回家一瞧，路易斯正在看电视，他凑上去一看，电视正在播放黄片。路易斯没看一会儿就喊着好热，把外套给脱了。小布心里咯噔一声，如此天时地利人和，难不成这就是老天的暗示？他要当饺子他们的后爸了吗？饺子躲在一旁偷偷窥见了小布反常的举动，立即明白了他的小心思。他还故意让路妈给他多些晚安吻，给小布煎熬的内心添一把火。最终小布忍耐不住，打算表白。路妈很委婉地告诉他，他们现在的关系就很不错了，不需要再进一步。求爱被拒之后，小布反而如释重负。第3天，他和皮爸去打高尔夫，并说起了自己表白的结果。皮爸一翻白眼儿，说那女人有眼无珠，竟然舍得拒绝小布，她肯定要嫁给一个白痴。小布笑而不语。1年1度的丰收节祭典即将到来，元哈镇收集了每位居民的留言条，要从中随机抽取一条当庆典主题。皮爸狗屎运爆棚，被选上了，而他这次的主题竟然是性生活。弗洛伊德说过，性是人类的原动力。老色批们摩拳擦掌，这一届庆典定将不同凡响。
第二天，梅根放学回家，告诉爸妈说她又被同学欺负了，因为她背着一只又大又土的书包，被时髦女孩们当成土包子嘲笑。琵琶一听，马上豪气的掏出10块钱要给女儿买新书包。梅根为难的告诉他，时髦女孩们都在背的潮款书包要1000块。琵琶闻言尬笑一声，1000块钱买书包，滚回卧室做梦有妙招。朋友们一听他的点子，纷纷拍手称妙，忙叫上全家老小来赶工。家里忙得热火朝天，照顾饺子的任务只好落到梅根的身上。他又想要找回工作赚钱买潮款书包，便推着婴儿车前往咖啡馆。店老板本来是不收童工的，但他一瞧这组合，误以为梅根是养娃的失足少女，出于同情破例录用了她。另一边，丰收节庆典正式开幕，电视台直播着花车游行队伍，大部分选手的创意都平平无奇，唯独皮特一对格外亮眼。这种半遮半掩的朦胧美，正应了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诗。皮特一队轻轻松松就夺得了冠军。新的问题随之产生，奖杯只有1个，队伍却有4个家庭，该怎么分？众人谁也不想让步，结果僵持了大半天。琵琶最后心一横，逃出左轮，准备玩轮盘赌，只有最后的幸存者才有资格举起奖杯。小布赶紧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，将奖杯放在4户人家的中间位置，争端不就解决了吗？镜头一转，梅根伪装未成年单亲妈妈的法子，不仅让她获得了工作，还在富有同情心的顾客手里多拿了很多小费。饺子本就对这些破事儿不感兴趣，他情愿留在店里，是因为这家店的蛋糕很好吃。梅根很快就赚够了买新书包的钱，不过他在店里大言苦情戏的行为也引起了儿童保护组织的注意。这些人从店老板那儿问明了梅根家的地址，带着律师函就气势汹汹地赶去调查了。另一边，皮特和朋友之间的和平随着奖杯的失窃宣告破裂，众人互相指责猜忌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琵琶决定略施小计来查出偷奖杯的贼人，他将3家邻居都邀请到自家开会，将3位邻居的家里翻了个底朝天，结果始终没有找到奖杯。等到琵琶回家后，发现自己家也被翻了个底朝天，显然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。冲突再度升级，大家都不想再打嘴炮，索性拿起武器直接开战。等儿童保护组织的人赶到皮特家时，发现这里已经沦为了战场。他们调查了邻居们对皮特家的看法，发现这家的家长果然是无可救药的混蛋。他们不听琵琶路妈的解释，直接剥夺了他们对饺子的抚养权，并安排了一户极富爱心的夫妻领养饺子。这对夫妻领养了许多不同国家的孩子，梦想着他们能够相亲相爱，为世界大同做出贡献。饺子一心缠着蛋糕，因为梅根曾撒谎说饺子有毒瘾，这对夫妻便误以为蛋糕是某种毒品的代称。他们对饺子越发感到同情，不断容忍他的胡作非为。另一边，琵琶路妈为了找回饺子，天天跑机关走程序，忙得焦头烂额，朋友们也为此操心不已。小布跳出来责备众人，说都怪他们为了争一个愚蠢的奖杯，整天沉迷于争斗，以至于忘记去关心身边的人。